大家好，上一讲我们介绍了 Python 的对象和变量，以及控制语句、条件语句、if 条件语句，还有 while 循环语句和 for 循环语句。这讲开始，我们介绍 Python 的函数、类和对象。我仍然以我写的这本解剖生成学习原理这里面的 Python 快速入门作为教材。这个教材在京东上你可以搜到，输入这个解剖深度学习原理，它的定价是158，这个是打折的价格，打了7折吧。然后还有一个电子版，就是我发布了一个电子版，在 leanpub.com 里面，这个/D10，它的价格很便宜，只要6.99刀，最高是9.99刀。如果你学 Python，我推荐你可以看我的这个2019年出版的 Python 3从入门到实战，这里面讲语法讲的就是非常清楚，而且比较没有啰嗦的话。然后呢，还有一些实战的许多的案例。如果你想学习深度学习，那么可以看我的这本书，刚才讲的啊。如果你想学习现代 C 加加，而不是我们一般高校教的这个传统 C 加加，可以看我的这本书。这本书写的也非常好。最后，请大家关注一下我的 YouTube 频道 HWDNG， 请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并按下订阅旁边的小铃铛，我有新的视频就会通知你。好，现在我们就开始讲解 Python 的函数。我们先打开命令行窗口，进了就是你的工作目录，是 HKS 结尾的，然后在这里输了 Jupyter Jupyter 1-lab， 这样就打开 Jupyter Notebook。这个函数我们前面实际上已经用过了，比如我们用 print 函数来输出信息，用 input 函数来接收一个输入的字符串。这个 print 和 input 函数都是什么呢？都是 Python 已经帮我们实现好的，也就自带的函数。虽然它不是语法的本身的一部分，但是它已经帮我们写好了这些函数。那么什么是函数呢？函数实际上就是一个代码块的一个名字，就是你给一个代码块起个名字，然后呢，你就可以通过名字去反复的、重复的执行这个代码块。比如我们计算半径是2.5的圆的面积，我们可能写代码是这样的 ，π 等于3.14，然后呢，我们保存面积用一个变量是吧？是 π 乘一个2.5再乘2.5，然后我们可能要输出一下 print， 用 print 就用 C 加加Python 自带的那个输出函数，半径是2.5的圆的面积是，然后把这个 L1 打下去 ，L1。这里我们输了代码的这个区域，我们叫做 cell， 就单元的意思，是吧？当年这里我们在 GBG 的这个地方也叫 cell， 是吧？也是单元。就说 Jupyter Notebook 呢，它是用一个一个的 cell 把代码 cell 和你的文档 cell 混在一起，这样呢方便你做笔记就非常好，是吧？你就做的东西在里面写文档、写代码都混合在一起，是吧？将来你看的时候就很清楚了。我们要执行这个代码块或者执行这个文档块，按住 Shift 回收键，上一次忘掉了，是吧？这样就输出了这个。假如我们需要程序有很多个地方要执行这一段代码块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给它起名字，比如叫 CLE area，
给这个代码块起个名字，把这代码块拿过来，给它起个名字。但是我们有一个属性，按住 Tab 键，这样就属性了。这样呢，我们就起到这个函数名，但是呢，前面一定要用 def 定义一下啊。我们定义了一个这个函数，这个函数就表示这里面代码块。在定义函数的时候，还有一个云括号，表示你定义的是函数。这个云括号将来是用来向这个函数传递一些数据，成为参数的数据。好，现在这个函数呢，我们就这个3行代码，我们 Shift 回收一下。这个一个冒号忘了。然后我们要调用这函数，怎么调用啊？就通过函数名。是吧？这个叫定义了一个函数，定义了叫 circle_array 函数，但是并没有执行。我们要执行它，就通过函数名，然后跟一个云括号就执行它了。你可以多次很多地方执行它，是吧？多次调用它。我们看这个就定义了函数，是吧？这个调用它的时候很简单，通过函数名跟一个云括号，是吧？云括号可以向它传递数据。现在我们这函数没有传递数据，它只能计算半径是 O0 的云的面积，并且输出这样的信息。假如现在我们要计算半径是任何半径的云的面积怎么办呢？我们把这函数修改一下，在这函数的云括号里，我们给它定义一个参数叫 r， 表示半径。这个 r 就叫形式参数。就定义函数里面的这个变量叫形式参数。好，我们回车一下，然后我们调用它。我们上一讲问了，定义函数名和变量名，就函数和变量都有名字吧？它的名字是有字母，还有这个下划线，还有数字。比如我们在这里，这个呢，我们有一个数字是吧？字母下划线，就有这3个定义函数名。注意，数字不能作为这个名字的开头。好，下面我们通过这函数名就调用它了，但是这样行不行呢？这样不行，因为它需要一个参数 r， 你必须存一个参数 r， 比如我们存一个also，那么存给这个函数调用的时候，存给那个被调用函数的那个参数叫做实际参数，是吧？2.5就是实际参数。好，我们也可以传什么其他的半径是 3.5， 是吧？这就比较好办了。然后我们可以把这里格式化一下，用%，然后呢这个用个%号，然后跟一个 r， 因为它这一个如果多个你就要用圆圈了，是吧？因为现在它这一个我们就用不需要圆圈了。好，这样呢，我们就是反复调用这个我们自己编写的函数。我们自己编写函数和之前学过的 Python 自带函数这个 input 啊、print 啊是一样的，是吧？我们也可以给它传参数了。所以函数定义呢，就是这么简单。我们函数呢还可以让它什么返回一些数值，比如我们再定义一个函数。我们这函数里现在不打印，是吧？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调用函数可能只需要结果，不需要它打印一些信息干扰我们。我们可以定义一个直径 PRMETR， 直径等于什么呢？2πr， 然后呢面积就是呀，刚才这个错掉了，这里应该混成 r。是吧？不然结果不对了，是吧？刚才这个结果都一样的，应该是不对的，是吧？应该是不一样的。啊，这个也是啊。面积这个直径都有了，然后呢，我们可以 return， 通过 return 把计算的结果返回，计算的2个结果，我们可以 array 面积，然后呢，还有这个直径返回2个。这个叫3嘛，刚才讲啊。好，然后我们调用这个3，就这个函数通过这个 return 关键是它返回了2个值，这返回的2个值实际上就是以一个 tuple 的形式返回的，实际上就是它把它
保用成这样的形式返回的，是吧？我们说云括号括起来的这2个是一个 tuple， 所以它返回的实际上是一个 tuple。我们比如调用它，比如我们存一个2.5给它，那么它就返回2个值，你可以用什么呢？一个叫 ARE， 还有呢叫 PI， 这样。然后呢，你可以就 print 一下。这样，第一个是命节，第二个是执行，是吧？也就是函数，我们可以向它传递一些参数，然后呢，它会支送一些结果，这些结果可以我们用 return 返回，可以返回多个值，是吧？中用逗号隔开返回就行了。现在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假如我们要支送什么呢？就是 x 的 n 次方，就是x 的 n 次方。xn 次方是什么呢？就是把 x 乘了 n 次嘛。那么我们假如定义这函数怎么定义呢？我们同样定义一个 def， 然后这个函数名叫 power， 然后呢这个 x 的 n 次方，然后在这里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结果开始等于1，然后呢我们让它循环 for I in range 一共 n 个嘛。是吧 ？range n 就产生 I 就 range n 产生一系列数，就是0到 n 减1，一共 n 个，就是让它循环 n 个吧，相当于让 I 循环 n 个。每一次呢，我们让这个在循环中把 x 乘上去，乘到 ret 里面，然后 ret 这样的个结果的那个，就 return 一下 ret。好，这个就可以计算这个 x 的 n 次方。然后呢，比如我们打印一下，比如 w， 比如什么呢？3.5 顶2次方，3.5的3次方，是吧？这样，它就说3.5的2次方是12.45， 3次方呢就是48点。就是我们在这里函数，你看有2个形式参数，它有2个形式参数，那我们在调用它的时候也必须传递2个实际参数。但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老师一般的，我们经常算的是 x 平方，就这个算了很多。我们可以什么呢？把第二个参数让它给一个默认值，就等于2，就说 a 呢默认值是2，就如果你不给它存参数，默认值就2。所以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就可以省略了。这样就这些 power 3.5，这样就默认就相当于什么？第二个参数 n 就是2，就不需要传递了。所以这样结果是一样。这里没有刷新，这个 Shift 回收要把它相当于运行一下，然后呢，好，所以这个默认的 n 就是 2.5 了，默认的 n 就不要传递了，就是2嘛，是吧？所以函数呢有默认参数。然后还有一个规定，就默认参数一定要靠在右边，不能你把这个放在左边，是吧？这样就不行，是吧？所以默认参数呢只能放在最右边，紧挨着在最右边，这个规则注意一下。比如我们看一下，假如我们就随便写个 a b 等于2c， 假如写这样的函数，这个行不行呢？我们可以return， 或者我们假如写空函数，用个 pass 表示这个函数体里面现在我代码暂时不写，反正用个 pass 就保证它是一个完整的函数。这样一来它就出错了，它是什么？默认的参数一定要靠右边，是吧？就他说默认参数后面跟了非默认参数，就这是默认参数，后面跟了非默认参数，这个是不行的，是吧？你要那个就把它调一下位置，默认参数一定要在最右边，这样就不错了。好，这样函数我们知道怎么定义了，是可以定义形式参数，可以返回值，可以默认参数。然后呢，还有一种函数
非常特殊的，叫什么呢？叫递归函数。就这个函数在执行的时候，它会调用自身的代码。我们看一个例子，比如 n 的阶层它是等于 n 乘以个 n 减1的阶层，是吧？当 n 大于1的时候，n 等于1的时候 ，n 的阶层呢 ，n 阶层就等于1，是吧？这个我们学过 n 的阶层的时候是知道的。好，现在假如我们要编辑一个代码记录 n 阶层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定义一下啊，名字叫 factor， 用来记录阶层，然后存的是 n， 是吧？然后我们在这个当 n 等于1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个 if n 等于1，注意这个等于是2个等于号，判断是2个等于号。如果1个等于号，就是给负责变量了，定义变量了，是吧？这个就 return 个1。我老写成 C 加加的。否则呢，我们就 return， 是吧？如果等于1的时候，这就执行完了。如果不等于，那怎么办呢？就是 n 乘以个什么 n 减1的阶层 ，n 减1阶层又可以调用同样这函数，但是呢，我们这个传递的 n 减1，当我们将来调用这个 factor， 比如4的时候，它会执行什么呢 ？factor 4它就会转化成什么？就按 return 这个4乘以 factor 3，是吧？在 factor 3的时候，它里面又是什么？这个 factor 3它又变成什么呢？又变成这个3乘以 factor 2，是吧？这样来，在记录 factor 2的时候，我们看。记录 factor 2的时候，它也是 return 一个2乘以 ct1， 是吧？它这样嵌套调用的。然后在记录 factor 1的时候，factor 1执行着 n 等于1了，那我们直接返回1。所以它的调用过程是什么？先执行它的时候遇到这一句，就是执行了这个。在执行这个的时候4知道了，然后要去记录 factor 3。在记录 factor 3的时候，它又因为n 等于3嘛，那么它也执行这一句，就 return 3乘以 factor 2，是吧？这样，然后 factor 2的时候又是 return 2乘 factor 1，factor 1的时候 return 1。好，这个时候 factor 1做好了 ，factor 1做好了之后，它 return 这个是2乘1，然后这个时候才做完，也就是这个 factor 2到这里才做完 ，factor 2做完之后，然后和这个3一乘得到一个6，是吧？这样。这个 factor 3做完了 ，factor 3做完又回到调用它的函数，所以这函数就是回到调用它的函数是什么 ？factor 4里面，那 factor 4里面现在知道 factor 3的结果是6嘛，4乘6 24，所以这个递归函数它不断的调用自身，但是它的规模不断的减少。在记录 factor 4这个函数的时候，它里面又调用了自己这个函数，是吧？调用这个函数，但是的规模变成3了。好，下面我们来，比如 factor， 我们4看了结果是不是24，是吧？这个叫递归函数。还有一个函数呢，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如果很简单的，这个，比如我们语言吧，有的时候就是特别简单的函数，我们可以不要把它写成这个 def 很复杂，我们可以用一个叫 lambda 这个关键字，然后比如我们几种语言的面积和半径输了一个参数叫 r， 是吧 ？lambda 关键字用来定义一个 lambda 类名函数，这个函数没有名字，它直接给一个参数 r， 然后呢，我们记录比如pi r。然后呢，还有一个 pi r 平方 pi 乘以 r 再乘以 r， 然后这个是需要返回的，就直接摸好这个里面算出来一个结果，
然后呢，因为它是匿名函数，它没有名字，我们可以用一个名字给它，然后呢才可以比如调用它，比如这样。这样我们定义了一个匿名函数，然后匿名函数呢，我们用一个名字相当于引用这个对象，这个函数也是个对象。然后呢，我们给它存一个参数，比如2.5，是吧？这个叫匿名函数。好，讲了函数，下面我们要讲一下这个局部变量和群居变量。我们先看一段代码，输上了字。我们 global x 等于一个数值，假如是6，然后呢，我们定义函数 f， 然后 x 等于3，然后 GL x， 然后 global x 又让它等于5了，然后我们打印一下。这函数外面定义的变量叫群居变量，在函数内部定义的变量，比如 x 等于3这个局部变量。那么这个 global x 等于5这个是什么呢？是不是对这个变量进行修改呢？实际上是不是的，因为这个 global x 是定义在函数内部的，用等于号我们说是定义一个变量嘛，所以这个 global x 实际上是在函数 f 内部的，也是局部变量，和 x 一样的，它是表示这个对象5。所以，假如我们在这里调用这个函数，就这个函数写好了，然后下面我们调用它，通过函数里面调用它，调用它之后，这个群居 x 会不会修改呢？我们可以输出一下。我们看一下，在这个函数 f 里面，我们执行了 x 等于3 global x 等于5，然后呢执行了这个 print x global， 所以打印了3和5。所以这个 f 的局部变量 global x 在这里是5，但是呢并没有对外部的这个群居变量进行修改，所以外部的群居变量仍然是这个 x。但有的时候我们希望在函数内部修改这个群居变量怎么办呢？我们需要加上一个关键字 global， 就是说在这里 global， 就是这样加了一个关键字之后，这个在前面要声明的，这个在前面声明一下，就这样前面声明一下，然后呢，然后 global x 等于5，这个时候就说我这个 global x 是群居的这个 x， 就是群居的名字，然后这里 global x 等于5，就意思是什么？我修改了个群居的名字，群居的这个名字现在不是指向6了，让它指向5。所以当这个函数执行完之后，这个群居的名字 global x 已经现在指向5了，所以这个时候数学的就是5了。你看这个时候数学就是5，就是我们在函数内部如果要修改群居变量，我们可以声明一下这里面的下面的这个名字 global x 是指的群居的名字，所以我们下面修改实际上是修改群居的名字，让这个名字重新指向一个新的对象。我们还可以是什么呢？要修改群居变量还有一个方法，就将群居变量作为参数传给这个函数。我们现在定义这个两个1、2、3两个群居变量，一个是 global x， 一个是 a。然后呢，我们这里同样定义一个 f， 这个 f 现在我们就是什么呢？接受两个参数 y 比如 z 是吧？这个 f 接受两个参数，然后我们呢在这内部定义一个局部变量 x 等于3，然后呢我们在这里 y 等于5，然后呢我们 z 我们希望它接受的是一个列表 ，z 将来接受这个，我们把 z 假如是列表，把它的这修改成10，然后我们在这里打印一下这个 y。
打印一下 z。下面我们得调用了 f， 这函数定就好了。下面我们调用 f， 这个时候我们把 global x 传递给这个 y， 形式参数 y 有形式参数 y 和形式参数 z 嘛，形式参数 z 我们把 a 传给它。那么在这里传递的两个有些点不太一样。这个 global x 是一个6是基本类型 int 类型的，而 a 呢是 list 类型的 ，a 那个引用的对象是 list 类型的，它的传递是不一样的。它的传递就是什么呢？就是在这里的引用类型，我们把 a 传给 z 的时候，这个 z 和 a 指的是同一个东西，就是指的 a 这样的变量。但是对于这个基本类型 global x 给它负责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y 和 global x 呢是不一样的。我们看一下这个书上的图啊，我们先执行一下吧。执行它之后，我们打印一下，这个 global x。global x 我们传递给 y 嘛，这里对 y 进行修改。那么外部的 global x 会不会修改呢？我们看一下，外部的 global x 仍然是6，本来是6，仍然是6。但这个 y 呢，我们在里面确实修改了，是吧 ？y 是修改成5了嘛，是吧 ？y 引用5。所以在这里我们希望通过 y 来修改 global x 没有成功。这是因为什么呢 ？y 和 global x 两个是基本类型，所以这个 f 里面的 y 是 f 里面的局部变量，但这个 z 就不一样 ，z 是 a 传给它 ，a 是一个什么 ？a 是一个 list， 是非基本类型的，所以这个 z 呢是引用的 a。然后我们在这里修改的 z0，实际上 a 也会修改，比如我们打印一下这个。a， 我们看 a 本来是第一个是1、1、2、3，然后我们在这里把这个 z0 修改成10了，然后实际上 a 也修改了，所以这就是传群聚变量给那个函数的时候，那么这个是非基本类型的对象传给它，比如 a 是非基本类型的传给 z， 那么你在这里通过 z 修改，那么 a 就修改了。但你如果这个是基本类型的，你传给这个，那么在这里你对 y 随便怎么修改，这个 global x 也不会修改的。我们看一下这个，好像在这里有了。看一下这个图，或者我们看一下，这个传递关系啊，就基本类型和非基本类型的这个传递关系。我们看开始在这里面是一个函数 f 的，这个在执行的时候一个群聚变量 global x 等于6，然后还有一个 af 是吧？这个 af， 然后这个 f 是一个局部，是一个这个是群聚的，是吧？群聚的 global， 然后在 f 这个函数内部有两个变量，一个 y、z， 而 y 呢是基本类型的，所以当你调用的时候，它把这个 global x 呢，这就是相当于也放到这里面了嘛，是吧？相当于拷贝过来了。而 z 呢，你 a 传给 z 的时候 ，z 和 a 实际上它是引用的同一个历史的对象，所以你对这里对 z 修改，它的时候，实际上 a 也修改了，所以这就是这个两者的之间的区别。就是如果你把一个非基本类型的
群聚变量作为参数传递给那个函数，那么在函数内部对这个参数修改，那么就是群聚变量呢也会更多修改。如果是基本类型的就没用，是吧？基本类型的只能用什么？用前一种方法，就是你在函数内部声明一下它是一个群聚变量，才起到修改的作用。好，这就是函数。下面我们讲这个例和对象。例和对象，例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数据类型，比如我们前面学过 int 是一个类型，然后呢，这个类型一个具体的对象就是一个具体的 int 类型的值是2，是吧？是 int 就是一个类型，就相当于一个例，然后呢，这个2是这种类型里面的一个具体的东西，是吧？具体的对象是2，是类型就刻画了。比如对 int 这个类型，它就刻画了所有什么2、3、4，这是一个一个具体对象所具有的共同的属性，是吧？同样，字符串也是的 ，str 是一个字符串类型，然后呢，一个具体的字符串就是一个具体的对象，所以这就是类型和对象的区别，是吧？类型就刻画了这种类型的所有对象所共有的特性。这个 Python 呢已经自带了一些类型，然后呢 Python 也定义了一些例，通过定义了一些例提供了一些类型，是吧？比如这个strlist 实际上都属于例类型，是吧？都属于例类型。然后我们程序员还可以定义自己的例类型，是吧？比如我们要表示一个复数类型，我们可以定义一个具体的一个复数类型，是吧？比如你起一个名字，这个类型表示一个复数，然后呢，你具体的比如一个2加上个3届，是吧？这个表示一个具体的复数，是吧？这个就叫对象，这就是什么叫例和对象，是吧？例是对一个抽象概念的描述，它描述了这个概念的所有对象的共同属性。比如我们说手机，它是一个例，它不是描述一个具体手机，而是描述所有手机具有的共同的属性。然后呢，你说，某某某的那个某个手机，那么它就是一个具体的对象，是吧？它就是这个手机的一个具体的那个。同样，比如我们说学生是一个例，是吧？然后如一个具体的学生，比如李平就是一个对象，就是这个例和对象的区别。Python 呢和其他这个面向对象语言一样，可以让我们自己定义这个自己的例。然后呢，从这个例可以穷尽出来一个一个具体的对象。我们先看一下 ，string 是一个例，我们可以通过什么例名去穷尽一个对象，比如我们 str 是 string 例，然后呢，我们可以存一个例名，比如是吧？这样就穷尽了一个对象，这个就是字符串例的一个对象。然后呢，我们可以用个变量引用这个对象，然后这个例除了这个数据之外，它还有功能，功能就相当于我们刚才的函数一样，经常称为方法。所以例它有自身有函数或者说方法，然后决定了这个例它的某个功能。比如我们 string str 它有一个什么 find 的方法，find 就查找的方法。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例的对象 s， 通过一点去调用这个 string 例的这个 find 的方法。find 的方法，比如我们在我们要对这个对象通过这个对象调用这个 string 例的一个 find 的方法，也就是在这个对象里面去查找什么呢？有没有等于这个字符串的那个子串？如果有了，返回一个未知。是吧？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位置打印出来，看看它在第几个，是吧？打印出来是0，表示在第一个，是吧？你或者把它换成 let， 我们看打印出来是几，是吧？在第7个，是吧？0、1、2、3、4、5、6、7，第7个，所以它第几个是从下标0开始的。然后我们再看一个 list。也是一个例嘛，也是一个例型，我们也可以给它传一些。list 是用来刻画什么？
一个列表，是吧？它里面是一系列的元素的一个排列，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range 这个生成器生成0到5之间的一组数，然后把它传给这个 list 的这个类，然后呢，它就会传一个具体的 list， 是吧？这个 list 我们假如起个名字叫 a list， 然后我们可以打印一下它，看它就是这样的，是吧？我们可以通过 a list 这个对象调用什么 list 的一个叫 copy 这个函数。copy 函数就复制嘛，它就产生一个 copy， 就冲进了一个新的 list 和 a list 一样的，假如叫 b list， 然后同样的我们可以打印一下这个 b list。我们假如修改一下 b list 的2，因为 list 是个修改的，把它修改成10，然后呢，我们把这个 a list 和 b list 打印出来看看。b list 肯定是修改，我们看 a 有没有修改呢？是吧 ？b list 的下标2的修改了 ，a 没有修改，说明这个 b list 确实是 a list 的一个拷贝，就它们拷贝之后两个就不相干了。但是关于 list 的这个拷贝呢，还有更复杂的，请大家看我的剧组是所谓的深拷贝和轻拷贝，看我的 Python 3从入门到实战教程，那里面讲的就比较清楚。好，这个我们也用了这个 C++ 已经定义的，这是类类型 string 啊 list， 然后呢，不是 C++ Python， 然后 Python 我们还可以程序员自己用一个关键字叫 class 来定义自己的类，比如我们用 class 定义一个 student 这样一个类，同样我们有一个冒号，类名后面跟一个冒号，然后呢，这个类里面我们再定一个叫2个下划线。init 这个再下划线，这个函数就是所谓的构造函数。将来我们穷尽类的对象的时候会调用这个函数。这个函数我们给它第一个参数类的方法呢，都有一个第一个参数都是叫 self 是什么？就指向将来调用这个方法的那个具体的对象是哪一个 self， 就是谁调用它，这个 self 就指向谁。比如在这里，你这个调用 a list 的拷贝，然后这个拷贝里面就有一个 cell 的参数，就指向这个 a list， 就说是通过 a list 的对象调用的。我们存了一个姓名和分数，现在学生我们假如就姓名和分数，然后呢，这里有一个冒号，很多刚开始冒号有我的，然后 self 就是我调用这个构造函数的那个对象，它的 self 就指向那个对象，那个对象呢，我们给它一个 name。的属性就等于这个传进来的 name， 然后呢，这个属性 score 就等于传进来 score。当然这个被电是一样啊，这里你写成这样也行，是吧？被电非要写成这样也可以，是吧？我们还是写成这样，就是可读性好一点嘛。就是这2个形式参数。分别用来给什么这个对象的这个 name 和 score 属性，这个属性叫数据属性，表示了这个 student 它一个名字和分数这2个数据属性。这个是一个特殊的函数，叫做构造函数。除了这种构造函数之外，我们还可以定义其他的函数。函数在类里面的函数经常称为方法，是吧？函数经常也称为。就是类的函数我们称为方法，外部函数叫群居函数。我们再定一个 print 函数，注意这个 print 函数不是系统自带的 print 函数，是我们给我们这个类 student 定义的 print 函数，是吧？它因为它也要必须一个 self， 反正这个类的这个自身的函数方法都有一个 self， 是吧？然后我们这里 print。注意这里 print 前面没有一个 self 一点，说明这个 print 呢是群居的，就是 Python 内在的函数，所以这2个 print 不一样。这个定义这个函数的时候，这个 print 就是说是它的这个类的一个 print 函数，是吧？这个 print 是 Python 内在函数。然后打印什么 self 的 name self 点 score， 就这个 print 函数很简单，把这个 self 这个对象。将来调用这 print 的 self 对象呢，它的姓名
和 score 这两个属性就是打印出来。Shift 回车，然后我们现在点击一个 SE 点击一个 Student 对象 STUDENT， 我们点击一个 Student 对象，这个时候我们说要穷尽一个例的具体的实例叫做对象，就例的具体实例叫对象。我们要穷尽它，就要通过这个例名，然后呢还要通过这个构造函数。构造函数我们不需要写这个initial，不需要这个一定initial不需要。就是我们这样一写的时候，就会自动调用这个函数。然后呢，我们这个函数里有除了 self 之外，后面有两个姓名和分数，我们可以给它出一个姓名，分数就是67。然后我们在这个调用的时候，执行这个的时候，它会调用这个方法。然后呢，这个时候 self 呢就指向这个正在穷尽的这个对象，就这个对象是吧 self。然后这个对象 self 就这个对象，它的 name 和 score 就被设成这个里面的传进来的两个参数。好，我们这里把它叫 SE。所以我们执行这样就调用这个构造函数，就执行这里面的语句。这样呢，就是 self 就是这个 SE 这样的对象是吧？它的 name 就等于它的传进来的这个是吧？它的 score 就等于传进来的这个67是吧？传给它的这个。你也可以就把它这样一下是吧？这个都无所谓的。如果这样，就是一个等于 n， 一个等于 score， 这样也是行的。就我们把这个里边存给 n 是吧？67存给 s， 所以这个 self 的 name score 就分别等于 ns。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调用 se 点 print 打印它。那么这个时候就调用什么 ？se 是这个类型，调用它的 print 就这个函数。这个函数它的 self 就什么指向 SE 了，那么这个时候它打印的self 就支撑了这个姓名和分数。好，我们现在看一下，这里是一点，这里出了，这样就可以了，是吧？刚才这里写了逗号了，我们也可以。什么呢 ？S2 等于叫王强，是吧？他比如叫83分。然后王强调用 print 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 self 呢就指向这个王强呢，因为它是通过 S2 调用了，所以这个 self 呢就是S2 指向对象是吧？所以这个时候 S2 的 name 和 score 这个属性，所以它就打印了王强的信息。好，从这里我们就看到，我们在这个构造函数里可以通过 self 的一点给它很多的属性是吧 ？name 啊 score 啊给它很多的属性，这些属性都是绑定了一个一个 self 具体的对象的。我们还可以给整个例定义一个例属性，这个例属性呢，例属性是整个例属于整个例的，不是属于一个具体对象的。例属性我们看怎么定义？假如我们要给整个 student 例定义一个叫 count 计数器例，表示这个例穷尽了多少对象，比如我们可以这样 count 等于0。也就是 count 是属于整个例的一个例属性，是吧？这个例属性不和那个对象的属性不一样，对象的属性每个对象有自身的属性，例属性是大家共享的一个。现在我们假如穷尽一个对象，我们就把例属性这个加1吧，加等于1，是吧？当你例属性，你可以用这个例名后面跟1点，表示是这个例属性。是吧？加等于1，然后呢，我们这个定义好了，是吧？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里访问这个例属性，访问例属性，我们可以通过什么呢？通过例名去访问它，就 student， 因为它是属于整个例的嘛。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个具体的
对象去调用了，这两种结果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通过一个对象 SE 去调用了，结果都是一样的。是穷尽 S1 的时候，这个 count 肯定变成1了，然后再穷一个 count 就变成2了。我们看是不是这样的，是吧？开始两个都是1，所以例属性它去访问这个属性，既可以通过一个对象名然后一点这个例属性，也可以通过例名然后一点例属性，这个都是可以的。这样呢，我们就讲了这个例，然后呢还有这个。例还可以继承，就是说我们定义了一个例，这个我直接用书上，这个因为我那个解剖深度学有点没讲继承，直接用 Py13 的那个书，把那个书打开。我直接就这书讲一下，代码我就不敲了，就是在第5章，因为老敲代码这个时间浪费也挺多的。第5章在哪里？我这本书就是前面这个标准库部分写的其实挺好的，就大家可以买一本这个书学学，其实没有学过 Python 编程的。一个 Python 从入门到实践，我这是 Python 从入门到13，就是我 Python 3从入门到实战这个书上的。因为不然敲代码时间耗了，在哪里？还有这个访问控制属性啊，这个运动重载，大家都可以看这。我就讲这个 Python 例，就是这个来说一下。就假如我们定义了一个叫固元例，是吧？我可以把它复制过来。复制过来可能在这上面看得清楚，是吧？我们在这里定义了一个固元例，到哪里？这个也输进了，这个把它输进去。这个书上这里好像有点错误，这个应该叫 employ employ， 好像有点错了。这个 employ 我们定了固元例，描述固元有姓名和工资，和刚才那个学生一样，它一个打印函数是吧？比如打印函数，和刚才那个学生的一样。然后它还有什么 getName 就查询这个固元自身的姓名，是吧？姓名在这里我们有2个下划线是什么呢？说明它是私有属性，就外部不能直接访问它，是吧？不能通过一个我把它放在下面这个姓，就说假如你定义这样的时候，你定义一个固元嘛，是吧？固元就是叫做日等于这个。我新训，比如说这样，然后你通过日定 name 这样是不行的，是吧？假如你这样日定 name， 它取错了，是，它没有这个名字，但日定这个 name 呢，你看一下行不行呢？也不行，是吧？因为它是私有属性。所以你只能通过什么呢？通过这个它的
这个公开的，因为这里面加了2个小引表示私有的，外部就不能访问它，所以你只能通过它的一些方法，比如 print 的方法去输出它的信息，是吧？这就可以了。然后公司里除了雇员还有经理，但是经理呢是一种特殊的雇员，所以这个 person 里就描述的是一个什么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是吧？雇员是一个一般性的，经理呢是一个特殊的雇员，所以经理继承了雇员的一些属性，所以叫继承嘛，是吧 ？person 里 manager，实际上是继承了 person 里的东西，但是我们这里定义的时候并没有继承，我们如果这样写，那么这个 manager 和 person 之间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你看，我们这个 manager 里面也有这是一些共同的这个 get name set name 是重复定义了，是吧？它一个 print 这样的东西都要重复定义了。这样的代码，而且 manager 和从这里单独的2个 employee 和这个 manager 2个是互不相干的，是吧？这样定义的这个反映不出来这个 manager 是雇员的一个特殊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雇员，也反映不出来他们之间的继承关系。为了表示继承关系，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可以通过 manager 然后这个 employee 写成这样的形式。复制很难复制。我们写成这样的形式，我们看一下，这样可以帮我们重用这个 employee 已经写好的代码，就 employee 已经写好的代码，我们就不需要重复写了。这个要对齐啊，这个每个要对齐，如果不对齐不行。这个拷贝过来一定，这个对齐，假如这个也 print， 就所有的这个都要对齐，就是说所有的这个 def 啊，这个都要对齐，不对齐就会取错了。然后这个每个里面的只要保证它对齐就行。好，在这里我们如果我们不 employee 不从manager 不从 employee 派生，那这是比如 get name set name 啊都要重复写一下，是吧？比如打印它的姓名分数，这个肯定也要重复写。如果我们把它这个 manager 从 employee 派生，就是所谓的这个 manager 是 employee 的派生例，是吧？派生例就 manager 是从 employee 派生出来的，所以用 call 是从派生出来的。所以 employee 已经做好的东西，我们直接拿来用了。比如 employee 也有一个姓名分数，我们首先用 employee 的这个构造函数对它的姓名分数构造一下，是吧？就不需要像这样这样我们这里面也这样来一下就省略掉了。然后雇员它一个级别，雇员的级别用 level 来表示，然后经理的级别，然后经理还有雇佣了，就是管理了一组雇员，然后用这个 employees 经理就是管理的是他的手下的雇员。然后这 print 函数我们看是调用雇员的 print 先打印出来雇员的信息。然后呢，再打印什么？他这个经理自身的信息是吧？自身的信息，这个考了落码，我就用这样的，是吧？打印他的级别，然后打印他的管理的员工，这样。
这两个颜色怎么不一样呢？从我这几个一看，我们看一下，这个代码就更加简洁了，是吧？因为我们这个代码 manager 它那个这个就不需要重复写了，就从固云已经继承了。然后比如我们定义一下这个例子啊，我们运行一下，直接 copy 过来。好，现在我们看1进入了一个固云，哎，这乱码，改一下，是吧？112两个固云，然后呢 employees 是一个列表，我们把112放到这个 employees， 然后我们 manager 比如姓张，是吧？然后我们对它构造 manager 除了这个它的姓名分组之外，它还有什么呢？我们看到的参数级别2，是吧？像是2级经理。然后呢，它管理的固云就这个 list 是2个，这个把它删掉。然后我们通过调用 manager printer， 这个是汉字，不知道是什么，汉字复制了乱，级别。employee 没有这个 print， 这个拷贝代码的时候这里搞错了，这里是需要 nt， 是吧？我过来把函数改了一下。好，这样我们看一下，进行了2个固云，这里是调用固云的构造函数2个固云，然后这里进行了一个经理，是吧？经理它的构造函数不一样，除了这个固云的信息，它还多了2个信息，是吧？多了2个信息，看这个，一个是级别，一个是它管理的固云。然后这个经理的打印，我们看经理打印先调用固云打印，先打印它作为固云的属性，然后打印它的级别，打印它管理员工的名字。是吧？打印它的级别是2，它管理的员工是这2个名字，是吧？我们也可以通过经理的 get name， 经理这个 manager 我们没有定义 get name， 为什么它可以调用 get name 呢？这就是继承，因为 m 是经理嘛，经理已经继承了 employee， 是吧 ？employee 有个 get name， 是吧？这里有 get name， 所以它这里就可以调用 get name。同样 get level 是这个经理自身定义的。这个 get level， 好，这就是 Python 里，就 Python 里有什么好处？就代码重用，就是激励，比如固云已经实现的代码，我们在 Python 里可以直接拿来用，甚至都不需要修改，比如像这个 get name、set name 都不需要修改，就直接用了，是吧？这里就 get name 直接用了。好，这就是 Python 的例和对象，我们讲解了怎么定义例，是吧？怎么就通过例的构造函数去实例化对象，然后还讲了这个 Python。好，到这里为止，基本上 Python 呢我们就清楚了，就有了一个快速入门嘛。然后大家可以进一步在网上查看相关的教程，特别是可以看一下我写的这个书，是吧 ？Python 3从入门到实战这个书。就讲的就比较清楚，是吧？也没有废话。然后这个标准库部分可以不需要看，是吧？有时间你可以看。重点是它分2部分，第一部分是基础语法，这里面带了很多的实际的例子，比如游戏编程啊、机器学习啊，这个书里面都有。刚才那个书在哪里了？我刚才好像打开了，在哪里了？就这个书里面，是吧？有各种各样的例子。当然书中可能也会有些错误，是吧？写了一下，肯定有不少错误，到时大家可以纠正一下。好，谢谢大家。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请在 YouTube 里点赞一下，谢谢。